欢迎收看《运动 DNA》，一起来聊聊运动，教会我们事。大家好，我是杰克，我是正如。今天的来宾，他不是靠身高打天下，也不是一路被看好的天才，而是靠着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放进球场，用实力赢得尊敬。他从台湾街头一路打到国外，曾经跟国外 Hot Sauce 同队，见证台湾街球最热血的年代。欢迎台湾街球代表性的人物蓝仲璇小璇。嗨，大家好，我是小璇。小璇，嗨，那突然又怎么避暑起来了？对，反正我们聊天嘛，在荧幕前比较不习惯，不然讲说，你今天应该这一集应该是蛮多可以聊的部分啊。好，那我就一开始跟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记得因为你的招牌就是以前很会跳嘛，对，很灌篮，对。那你记得你第一次把球灌进的时候，那感觉是怎么样？其实我第一次灌篮不是把球灌进，真的哦，是把篮筐跟篮板抓下来。怎么说？因为其实那时候其实是半路出家，对，我高中才开始碰篮球。高中，那你跟正如跟我一样，对，但是高中上去之后，因为大家高一的时候开学嘛，那大家说，那打篮球啊，我说我不会啊，你不会？他说那你能不能跳？我说我也没跳过，我不知道。结果跳起来之后，大概一节的手指头可以勾到框，一节，然后他们就说不灌篮啊，我说怎么灌？我也不会啊。他就说那不然你跳一次看看嘛。就跳上去之后硬抓篮筐，但是球飞走了，那篮筐跟篮板砰，全校跑出来看，哇大叫，结果教官就把我叫去教官室赔钱，赔钱，赔钱。赔钱，对，赔钱。然后当下就是篮球队的教练就走出来，好，这个学生不用赔，我处理，我就被带出去了。他说加入篮球队，我说我不要，条件交换。对，我说我不不要，然就要赔钱。对，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家人不让我打球，他说不要，那趴在球场正中间，先死板。打完就不用赔对，我说那好，我加入，我就这样子，就莫名其妙我就加入篮球队了。对。那我觉得教练蛮识货不是啊，就是百能难得一见的威胁利诱啊，对啊，蛮厉害的，因为刚好那个教练是刘俊清教练的弟弟。对，然后就把我抓进去。那时候我是日校。那其实球队几乎都是夜校的。你说当时那时候校队都夜校？对，几乎都是没有一个是日校的。OK。对，然后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才有日校，就是慢慢的加入。那练球怎么办？比别人早，比别人晚。对，就可能人家6点就要开始练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住淡水。我反而就是一定要搭第一班的公车才能到，但还是会迟到。迟到就是10圈、20圈，先跑了，对。但是完全不让你碰球，但是就是一直练。那练到最后之后，他们就会说：“学弟，你给我去干嘛？去干嘛？”我说：“我靠，为什么篮球队还要这样子啊？都是学长叫学弟做事的。”然后那时候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比你强。我没有比你强。我没有比你强，我当然不能说话嘛。对啊，那我一旦比你强，你叫我做什么我不干。对，你就单纯的这个想法支撑你一个动力，对不对？对。后来也真的应该有比学长强了。对。我不敢说啦，但是至少我有某部分比他们厉害。光弹跳这个，所以讲真的，你这之前没有练弹跳吗？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是那一次你才发现你原来可以跳舞？我能跳，但是不知道后来可以练到跳那么高。对。所以小时候你国小国中就？我小时候踢足球。踢足球？对，我是踢足球的。那还是有这个运动的 DNA 啊？没有，就是有这个。因为我是扁平足啊，但大家都不看好。对，扁平足还可以这么能跳，真的不简单。对，差一点点不用当兵，就差那么一点点。差一点点。对啊。但是你跳那么对啊，跳这么高，好啊。那因为刚刚讲到，就是大家都知道你会灌篮很帅嘛，然后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高中进的，然后我记得大学是不是偷偷进校队？其实家人是蛮反对我运动，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好像是心脏有问题，我自己不知道。对，然后没有，所以你爸妈都没有跟你讲？
当然是长大我才知道嘛。那时候好像是因为心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然后因为以前的钱蛮大的，那他们就到处借，就花了100万来救我，就活了嘛，就 OK 了嘛。但是还是会有气喘啊，干嘛的。那时候其实足球队我从国小1年级就踢到国中，但是家长还是反对。哦，是哦。对，因为他可能怕我健康的问题或者身体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健康，我怎么持续？所以我才瞒着家人，偷偷的被抓到再说嘛。哦，所以人家是以前小朋友偷偷做坏事，其实他是偷偷加入篮球队。对。哦，那所以这样子一路走来，所以包含你，那你高中加入校队，那爸妈不是也是很反对？不知道。哦，他们不知道，但成绩出来就知道了。哦，对，学校成绩出来，旷课几十节，你到底去哪？练球，就被骂，就还跑来学校骂教练。哦，真的哦。对。但教练，所以你是真的到长大之后才知道，所以你那个阶段都不知道的自己。其实我大概其实国小的时候，外婆啊，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大致上有说过了。没有这种那么细的，对，就是你不能，或是禁止你，就是直接禁止。那其实那时候我长大之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要接你们的事业，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才不要我走这条路。哦，对 ，OK，是要蛮大的勇气才有办法继续这样做了。那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后悔那时候这样子吗？后悔吗？我觉得不会。对，因为我其实个性蛮 free 的，那你越叫我怎么样，我越不想要怎么样。对，所以爸妈聪明一点，应该是往你要的方向的相反去讲，等就会往那个。对，没错。好，你继续打，算了，我不要打。不会啊，如果他要继续打，他可能就真的一直打。对，真的。你要了解他，对不对？对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不知道的，如果是这样，你会想对那个时候的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对你自己说什么吗？我会觉得，虽然我是半路才出家，但是篮球其实影响我蛮大的。那不只是交朋友，或者是这些过程有多累还是干嘛，但是我不喜欢就是被限制住。那我也是希望说，在求学那时候，我虽然很不爱念书啊，但是我对篮球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有那个热忱在。那我也没有指望说他以后一定是我的工作啊，或者是怎么样。但虽然会想，但至少我这样子练，我还是有一身技术在啊。对啊，我也不会被别人看说啊，这没什么啊，不会打，只会跳。屁耶，我哪只会跳啊？对啊，我觉得篮球就是技术，然后应该是说艺术家。哦，对，应该是说艺术家。虽然灌篮很帅，但是这个过程中，你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对，你不知道我练有多累啊，你不知道我吐过几次啊。你们是完全不知道，只知道哇，很帅啊！结束之后，你可以领钱了，可以走了，拜拜。多风光，但是其实不尽然。对 ，OK， 那在这个阶段之中，应该还是有去打一些比赛啊。对，那比赛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会有输有赢嘛。对，那有没有曾经一场球输过之后，然后让你觉得你的想法或是你的人生有点不一样？讲认真的是不会，所以你都不怕输球，输再赢回来就好了，下次还会再遇到你嘛。对啊，因为不止只打这一次嘛。我还有下一次、下一次，甚至后面很多次，哪一场我不怕，我碰到你，我把你打回来。对啊，球是圆的嘛，对啊，输很正常啊，但是赢比较光荣。对啊，所以你那时候输球你也不会纠结，当然会不高兴的，一定会不高兴的，就是队友怎么这样，或者是我自己怎么打那么不好。那下一场调整回来嘛，大家讨论一下嘛。你如果有足够的向心力，那你知道篮球该怎么打，每一个人做好每个人工作，那会不会赢的几率比较大？对吧？所以，自从开始赢了之后，打出名堂之后啊，那你的感觉又是怎么样？
其实我没有打出名堂，不算打出名堂吗？我觉得不算啊，因为要说，要不然应该这样讲，就是在你的领域里面闯出了一番的小天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这样？其实那时候还年轻，我会觉得飘了，飘了，头上有光环，头上有光，头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完蛋了。当然，因为其实也是因为篮球这一块，就是让我变得就是那时候年轻，就是没办法控制，就从打篮球就好，做什么工作啊？那反而就是在那时候的环境里面，我欠了很多人的人情。哦，他帮过我，他帮我怎么样？他救过我之类的。是，那我也可能有点走偏掉。那其实我其实都很感谢他们。那虽然到现在或许还有一些人情没有还，但至少让他们知道，哎，我还在这边，我还是稳稳的工作，打我的球。那有时候就是联络一下，相聚一下，聊聊天，让你们知道，哎，我是不一样的。对，我会这样子。OK， 因为其实对跟各位朋友们报告，我跟小学认识是因为真的也是因为篮球。对，我们那时候我短暂有待过一个品牌啊，反正那时候就是在那时候公司主要的项目都是在台湾所谓的街头篮球。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讲到刚刚开场有讲到 Hot Sauce， 对，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球队叫 Core Kids， 它不像哈林篮球队是玩的跳性，它是跟你来真的，所以Hot Sauce就是当年那个 M1， 你知道？我知道。他那个影片里面，然后其中一个最主角长得很像 Allen Iverson， 但是非常像，对，非常像。对，我还有他的 WhatsApp，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关系，所以像这也是接下来要问，就是像当年我们一起去跟Hot Sauce， 然后从台湾打，对，因为包含那时候未来立群哥也有打嘛，对，一直打到马来西亚去啊，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出国。对，我不知道的说那时候你觉得这件事啊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至于出国，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简单，而且能跟那么猛的球队，对，而且他们其实是全世界的。因为他们都在轮回嘛，对，然后到处到各个国家去打比赛干嘛？但还蛮有荣幸跟他们就是加入到他们同一队，然后到马来西亚去比。那些让我看到更多很喜欢篮球的一些，不管小朋友或者是大人。那其实热衷这些街头篮球的，就是那一票。相对不管在每个国家都只有那一票非常喜欢街头篮球，但是你要讲到正规的话，其实我是打正规出来的，对，我不是打正规我不是打街头篮球，对啊，那他们都觉得，哎，他就是表演而已啊，没什么啊，没关系啊，比赛就知道了，对吧？比赛就知道。那到马来西亚之后，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不是跟他们一起在场上奔驰啊，比赛表演赛干嘛的，反而是我跟杰克哥晚上一起去逛街。这个是要把它黑历史要讲出来的，这能讲吗？可以啊，没关系啊。然后我们去干嘛？按摩吗？首先走，我们去按摩，是假的啊？我还是哪一种没有正规的，正规非常正规，按一个泰素席，然后不要偷拍。对，你知道灯出了，他说哎你很累哦。对，然后确实那时候跟他们去逛街，我也觉得很好玩，因为他们会杀价。对，非常爱杀，然后很爱买仿的。但虽然那边都仿的啦，但他们非常爱买。那我看我觉得好好笑，怎么也是跟我们这边其实跟一般人也蛮像，非常一模一样。对，纵使他那个时候比较后期了，对，可是真的就像小璇讲的，那个在路上认出的人就会狂跟他要签名拍照。对，那个就是那个 M1 带来的那个影响真的非常大。蛮大的，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打完还有人要跟你拍照啊，我记得有啊，有啦，你自己不讲啊，我帮你讲。有一些小朋友啦，有一些小朋友，你是 Jumper 嘛，就 Blue 嘛，因为他姓蓝嘛，对，所以就叫 Blue，Blue，我跟你拍照好不好？我们还有相约早上一大早6点多去打篮球。这一趴我没跟到，你没有，你在睡觉。因为太累了，按摩按一个太舒服，又一路到不是，你知道晚上还要顾他们算了就不讲了，真的。对，晚上那当保姆啊，他们那个对，那个后面还有行程，那个不是对，所以睡眠是真的是能抓到机会就赶快休息。对，然后那一票小朋友就是一大早就来饭店门口的。
他说我们去运动，我说 OK， 我跟你们去。然后就是也是秀一下给他们看这样。那后来其实他们来台湾也有找我，那我就带他们去吃东西啊，逛街。我觉得多交一些国外的朋友也不错啊。是因为篮球的关系。对，因为篮球啊，把我们都合在一起。对。那在篮球的路上啊，你刚刚讲的都是就是比较高潮高峰的时候，那一定也会有遇到伤痛啊、低潮。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说，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去排解吗？低潮，你说受伤的话，其实我没有受过伤。真的吗？讲认真的，跳这么高没受过伤。讲认真的，我没有受过伤。十字韧带都还安全吗？非常膝盖又痛了，对，膝盖又痛了。对，其实不会。我现在42。那因为其实我的工作，现在工作是在做市场。那我市场也大概做了10来年有了。除了工作，我如果没有上班，我放假的时候，我去打球，我还是能扣哇，现在还扣得到？我还扣得到。哦，所以 Facebook 我看到不是假的。我先走了。你只要丢进就好了。你那扣的就是2分啊，3分，对，没有啦，3分比较帅。所以还扣得到？对，我还是可以扣得到。天生神力就对。也没有，但因为可能我觉得持续运动有差，因为像现在一帮上班族，可能假日打球，平日可能没时间啊，要顾小孩。对，其实脚的肌耐力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因为我在市场是要站一整天的那我一站一整天，其实我自己也会边动啊，边动啊，拉筋啊，或者是垫脚啊。还有你有偷学对不对？知道自己怎么训练自己啊？我都看郑如学的。哇，那我又可以留下来。对啊，其实还算有力啦，对，还是算有力的。那其实如果上班一整天跳不起来的很正常，但是还是能跳，还是能打，只是没有不上班那么厉害而已。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现在还有在维持，所以也会打一些外面的真的杯赛吗？对，也会吗？对，也会，因为那个还是有维持一定竞技的水平。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也是有强度的，他们强度其实有看也是有强度的。有，当然有。对，有些人还是应该，我之前我比较常看到是就强度强到会打架。对啊，上身体应该也不少吧？我讲这个，其实我算年轻的时候吧。你都上人家身体是不是？我都是打架那个。你都打架那个？对，我都打架，因为我会觉得你打篮球，你为什么要出拐子啊？为什么要把我手抓住啊？那其实我知道在正规的职业里面，其实很多这些小动作多少对一定都会有啦，只是有没有被裁判发现？那打街头嘛，你不要那么故意，但你一故意，我就挥拳了嘛。对，就会变成这样子。那很多人其实后来比较红了一点的时候。那可能有拍了 YouTube， 就是可能上别的节目或者是干嘛，那底下就会留言啊，找他干嘛？只会打架，只会吵架，但我干嘛要花钱去打架、吵架、打比赛？是，那我去打自由搏击就好了。对，我会觉得你们有没有头脑？如果别人不这么故意的做，那我会这样做吗？对我是这样子的。但你现在年纪增长了。开始方式有点不一样了吧？当然，但是也会有点争吵啊，也一样也会啊。对，那我会觉得我收敛很多，收敛非常非常多，我相信。没办法，然后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去打比赛，其实年纪轻的非常多。对，那可能因为我们老的嘛，一定用经验去训他们嘛。是。那年轻的一定用体力嘛。是。不然就是撞来撞去之类的。那可能他撞了一下，我假摔，但是也要他推这个动作，我才能有办法这样做。对，那我躺了之后，裁判响哨了，进攻犯规，然后我就说好球，他们就哇那么软哦，我什么我软，我说裁判吹，你不要说我，那。你也可以装回来啊，我推你也可以装回来嘛。但他们会觉得说，你就只会演戏啊，不会打嘛，就这样而已嘛。我就会回嘴，我一定会回的嘛。我就说你赢了再讲嘛。对啊，你不要还没赢就一直念，念了最后没赢，你不是很丢脸？
你现在是嘴巴就可以赢了，就是对，不一定要上身体，对不对？对，没错。对啊，那如果讲到这边呢，就是说，慢慢的，其实就像你讲，你其实原本是正规的训练，然后开始一路也开始打了好，无论街头篮球啦，那当然也是在这种5对5的比赛啊。对。那我不晓得说，你觉得这样的转换对你有什么样影响？一开始因为我对篮球非常执着，那其实最一开始我在未来练过球。哦，你在未来练过球？我在未来练过球 ，SBL 年代。对。是真的蛮老的，对，真的蛮老。你在这个开国元老前面说老吧？我们应该那就差不多都在同样那个时候吧。我再晚一点点吧，未来有点晚一点点。你那时候2年还几年就已经在了，对不对？对，未来是4年还是5年，我有点忘了。我也不清楚。然后后来是因为因为其实回归到前面就是家人反对，那我选择就让我当兵。对，我去当兵。对，那回来我还是很喜欢篮球啊，因为在军中连长都一直叫我去跟3连的1打1，赢了放荣誉假。哇，那你应该赚不少荣誉假，赚不少。我还可以放假的时候穿连长衣服出去买东西。哇塞，这么威和，会打球就我是空特的，所以其实也比较严格。对啊，学长学弟制也比较重。是对，那我就带我们这连就是干其他3个。对。好，就一直打下去这样。对，然后退伍了，退伍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篮球。是，那我就有一次，我一个人抱着一颗篮球到了天母运动公园，棒球场旁边那个，那个球场北体旁边的。啊，对，北体旁边。大概我印象很深，大概下午1点多，天气超热，是，我就热身之后上来开始了，自己抛，砰跳起来扣，自己抛背扣，对啊，然后一堆这样扣一扣之后，刚好北体的在我斜对面。最角落那边在练球，是，就有一个人默默走过来，那我其实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到底要找我，他要干嘛？要想要干嘛？后来我就在旁边休息，他说，hello，我就你知道我是？我说我知道光哥李云光，我就你好，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练球？我说练球去哪练？他说玉龙啊。我说不要吧，我年纪到了不好。对，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电话给我，我一定打给你。大概2天，打来了。喂，请问是小轩吗？我说对，请问你是？他说我是龙哥。我说郑志龙，我超紧张。他说你明天下午有没有空？我说有，来台湾大练球。那时候台湾大，对，我觉得台湾大。后来台湾大，其实我练没几天，我不想要被控制啊，就我就比较自由的人这样。对，然后后来才接触到街头篮球，就是现在就是小夫嘛。所以你一开始就认识，最开始是认识小夫。我跟小夫其实是在以前的一叠百货。那时候里面有一个小球场，好久，对，那个好久了，对，那超久吵架认识的。不打不相识啊！不要说吵架，不打不相识，真的是真的哦。对，吵架认识的。我想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运个球头那边扭来扭去。对，他会那个玩球。对，我说你是蛇吗？对吧？跟蛇一样一直扭。后来就是也是因为就是他的那些我都不理他，他起来我就直接扇他，在他面前直接抓篮板。然后但是他就想要弄我，我就弄回去了。那时候就吵才认识。对，然后就变朋友了。对，然后要不要 and one？And one 那是干嘛？那我真的都不知道。他说就街头篮球，然后他说他们是第1代的，加入我们，因为他们也才刚开始嘛。是。对，我就跟着就去了，然后就看他们这样耍，还好吧，不就这样吗？就搞笑，然后好像很帅，球不会掉下来，然后就弄一丢，他说你干嘛？我说你干嘛这样丢？我说。你不是会扣篮，所以你要当那个 finish 最后。我才原来我的作用在这。对，所以你发现到你的特异功能，那你后来那种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反而你有机会可以打不是说正规，就是 SBL 有机会。